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有大把大把的青春在挥霍，却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走。明明有机会，后来却后悔莫及。以为自己只有一条路，却看到朋友走出一条华丽的转身。各位好，我是大舅。那今天呢，我要说你们可能需要一个人生路线图。那我已经很久没跟大家单独见面了。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我非常享受采访各位非常优秀的嘉宾的内容，而在这过程中，我自己真的学到了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是拓宽了我的人生路线图。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好几位嘉宾的生活中，他的过程中，我提炼出来的一个叫 CAVO 4步的人生路线图，对我自己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启发。那我简单的先回顾一下我今天讲的哪几个嘉宾的一个人生哈。我会首先讲的是小英。大家知道小英以前呢是 Facebook 产品经理，然后后来呢怎么样呀，读 MBA 自己创业等等等等。再比如说我们曾经采访过的雷克老师，那曾经是非常优秀的企业高管，又自己创业，后来作为风投和老师。还有沈汉老师，以前是化学博士，然后工作了之后呢，通过 MBA 后来成为风险投资人。还有 Holly， 以前是这个增长方面的专家，后来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增长咨询公司。他们这些人其实呢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接下来就让我帮大家来展开。展开之前，我先稍微说一句，这个路线图是大家可以参考的，如果你有兴趣，希望能够拓展你的视野，你可以学习，但是不代表你一定要这样做，也不代表这个人生只有这一条路线图，只是我从这些优秀人身上发现了这么一条路线图，给大家做分享。这个路线图叫 CAVO， 我叫它 CAVO， 一共是4步。第一步叫 Career， 也就是 C， 对吧？ C 就是 C 是职业的意思。那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除非他是什么富二代，那一般人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你读完大学之后，你只能怎么样呀？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去，然后呢，怎么样呀？去进行工作，然后一步一步升职打怪。那在这个环节里面，你的关键词怎么样啊？就是技能 skill， 就你要不断去学习技能。就好比说你看我们这个频道，或者你上一些什么样的网课等等之类的，你在不断的提高你的技能，不管是编程的技能，还是英语技能，还是管理技能等等之类的。那你想做的事情呢，就是在你的职业上有所进步，或者是转到你想要的职业里面去，不断的学习进步。90%的人终其一生，最终还是在这个 C 这个路线图这个阶段，他就要么呢非常幸运的能够一步一步，对吧？自己努力学习进步，成为高管；要么呢，很多人就在职业中停滞不前，最终呢就在一个可能不上不下的地方，成为了他们职业发展的这样一个终点。然后呢，他就一直在这里，一直在这里。那职业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可能只是这个路线图的第一步，大家要往后看，后面的那3步是什么，看看对你来说有没有启发。那么这几位嘉宾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走出了第2步。第2步什么？第2步呢？叫做 accumulation， 叫做积累。积累什么呢？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积累是名声，第2个积累是客户，第3个积累是人脉，第4个积累是影响力，第5个积累是一定的经济积累和抗风险能力，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积累。也就是说，他们在自己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认为自己的所有的精力要放在自己的技能 skill set 这唯一的一面，不代表他们没有这个只是说不是唯一的。他们想到的是说，我要积累一些跟自己技能以外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关键词叫做资源 resource。我这里要强调一下，资源和技能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技能是你说我可以，当我出卖我的时间为别人工作的时候，那么我如何能够提高我单位时间的价值？就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我1个小时能够赚$20，我变得更优秀了，我的工资可以翻一番，那我1个小时就有$40。但是你依然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
你在工作状态。那么资源的意思是这个东西是和你贴在一起的，就比如说名声，比如说客户，比如说人脉、影响力等等。那这些事情是你不管跟不跟人上班，都是你的。你在工作中不断的积累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资源的一个积累。那我们后面会讲到，比如说他们创造自己的一些生意啊什么之类的时候，这些资源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这点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认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我除了在大公司里工作做产品经理之外，那我特别在意的2点，一个就是 network， 也就是人脉；第二个就是 influence， 就是影响力。所以说我做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MBA 的社群啊，产品经理的社群啊等等。那我也做我自己的自媒体，这是为了影响力。前者是人脉，后者是影响力，对吧？你做社群就是人脉，你做自媒体就是影响力。那这些事情是为后面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从第一条 career 里面能够跳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accumulation 就是积累什么？积累资源。第3个就是生意。那么他们后来都跳出了原有的这个职业的一个范畴，而进入到了一个生意的状态。生意你可以叫它 business， 对不对？但是我不叫它，我叫它 venture。为什么呢？它的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需要冒一点点的风险。venture 这个词就带有这么一点点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从自己原有的职业的发展中跳出来，然后开设了自己的这个生意。就比如说小英创立了 Round the World， 那雷克老师也参与了自己的创业，沈汉老师在读 MBA 的时候就已经创业了，那 Holly 呢也就不再在这个职场上去给人这个工作，成为这个 growth 的专家，而是去给企业做 growth 的咨询。那么这些事情都不容易做的。没有人说我从企业跳出来做我就一定能做成功的，这里面的风险是很大的。那么这个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领导力 leadership。 也就是说，当你从原有的企业的这个大船上跳出来的时候，首先你可能会产生2种生意模式，一种叫 SMB， 一种叫 Startup。SMB 或者叫做 Lifestyle Business， 就比如说 Holly 的这个咨询服务，或者呢 Startup 就是你要去融资，要把它做大，就比如说小英的 Round the World。 不管是哪一种，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原有积累的资源，把它通过某种方式融合在一起，并且将它投射到你所设置出来的一个可实现的 vision 上面，就是我们叫做怎么样呀，愿景上面。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他们4个人都做得非常成功。就比如说小英在业界有非常大的一个积累和一个资源，那么到后来他去融资的时候，就非常顺利的融到了他的这个 Round the World 这家公司的投资，从 A16Z 等等地方拿到融资。那雷克老师创业的时候，还有沈汉老师创业的时候，也都是用自己原有的行业里的这种非常强的一个资源去做。而 Holly 去创业的时候呢，因为我记得我采访问过他，我说你从企业里做出来自己做一个自己的咨询，这很难做呀。他说因为我在行业里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脉和资源了，足够多的客户愿意请我去买单，所以他才有能力把整个这个所有的资源能够融合在一起，然后成为自己的一个生意。所以说从 career 到 venture 之间一定要有一个 accumulation， 一定要有一个资源的积累，否则你直接跳过来的话，这个风险是很难管理的。第4个叫做 output， 就是输出。那么在职业，然后在积累，在生意之后呢，他们中的很多人，当然不是所有人，就选择了进行输出，主要是雷克老师和沈汉老师。那小英和 Holly 呢，现在还很年轻，他们现在还处在第3个阶段，也就是在做自己的 venture 这个阶段。那雷克老师呢，就成为了一个 CMU 的教授，而沈汉老师呢，就成为了一个投资人。那么不管是 VC 还是教书，那么他们都是把自己在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和知识，不管是在企业的里面工作，还是自己的生意或者是资源，输出给别人。你如果是 VC 的话，你输出的是帮助一个小企业 startup 成功的这种经验和资源。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话，那么你是把你的能力输出给学生，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那不管是 VC 还是 teaching， 最终它的一个怎么样呀？一个价值就是什么样？是 enable others， 让别人成功，也就是自己成功了一次，然后再教别人，让别人怎么成功。那么这个呢，就是第4条，叫 output。那么它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价值。
是 value， 也就是说，在你人生的前面3个阶段，在职业，在这个影响力的积累，以及在你自己的生意 venture 之后呢，你自己产生了大量的这个 value， 自己的这种 insight， 一种 resource， 然后呢，你把这个再投入给别人。所以前3个让自己成功，第4个让别人成功。那这个呢，就是我从这么几个人，这么一些非常优秀的嘉宾身上提炼出来的一个人生路线图，我叫 CAVO 人生路线图 Career Accumulation Venture 和 Output。 那我本人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步，至少我应该还没有走到3，我顶多走到2吧，就 Career 加 Accumulation， 我还没有到 Venture， 也没有到 Output。 但是至少我本人从他们的身上，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也通过这个节目吧，做了一个提炼，供大家参考。Again， 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希望给大家这么一个视野吧，特别是有90%人一直在第一条，一直在第一步 career 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你是不是有兴趣看到后面的 AVO 后面这3步的这样一个路线图。好了，我是硅谷大舅，我们这个频道呢是给大家分享像怎么样呀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的这样一个频道。那最后老3样怎么样？第一，转评赞；第二，订阅加小铃铛；第3，请加入我们的读者群，扫码就可以了，让这个人加你。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